原本是赏玩的花卉，却在不知不觉间成为了中国第一大蔬菜产业。400年的时间里，中国人在不同的风土上驯化辣椒，孕育了形色各异的品种，也造就了不同的辣椒产区。韶光更替，四季流转，辣椒的自然属性被不断改变。这是一把解锁各地风味的钥匙，也是一场从田园到餐桌的征途。进入9月，开海后的新村码头变得热闹异常。这里是疍家人的聚集地，也是整座城市风味的发端。金线鱼、石斑鱼、各色虾兵蟹将，一种热带特有的海鲜占据了整个市场。与这些海味相伴的，还有一种特殊的辣酱。阿婆，辣椒怎么卖呀？这要小瓶6块，一样8块。那来2瓶8块的吧。这块几斤呀？大的盐。啊，个就讲先要斤哇。李角兰在新村码头上靠制作辣椒酱为生已有20年。每当渔船靠岸，采买完海鲜的人们都习惯性的到他这儿买上一罐。这种辣椒酱的制作并不复杂，与众不同的是它的原料。相比人们熟悉的红色辣椒，这样的黄色其实是一种危险的信号。它的辣度可以达到惊人的17万斯高维尔，超过了我们熟悉的朝天椒和小米辣。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黄灯笼辣椒。作为一种多年生的辣椒品种，黄灯笼辣椒对气候有着严苛的需求，仅在海南南部沿海地区才能种植。它与同纬度的印度魔鬼椒都是世界上最辣的辣椒品种之一。传统的黄灯笼辣椒酱只需要一种配料——老盐。这是海南岛独有的盐种，由海水经过暴晒3个月结晶而成。因为伊个阮椒有盐泡的速度，对伊个老盐的泡就无速度。经过不断冲捣，让老盐和辣椒充分融合，一种属于海南的标志性风味由此产生。在疍家人的餐桌上，黄灯笼辣椒酱也被称为海鲜伴侣。你好，菜来啦！辣，有点辣。新村港，33900平方千米的海南岛上仅剩的海上村庄，聚居在这里的疍家人以海为家，靠在鱼排上养鱼为生。马上就来咯！你好，慢点，慢点。如今，更多的人来到鱼排，只为一顿原味的海鲜。清蒸的有尖嘴龙，有石斑鱼，看你们个人选择的。鱼排上烹饪海鲜的方式极其返璞归真，多以盐焗、清蒸为主。所有的滋味都来自黄灯笼辣酱制作的蘸水。只需1小勺，
辣味就足以得到释放。锦上添花的是2、3下喷薄而出的小青柠汁，把对食欲的刺激再提升一个高度。自己的早餐特色的肠粉之类的，我们都会蘸一些黄灯笼的辣椒，辣味儿特别能激发这个海鲜的鲜味儿，然后吃在嘴里面特别过瘾。好，谢谢喽。独特的地理位置让海南岛成为了黄灯笼辣椒在我国的唯一产区。这枚黄色果实也用它独有的辣，成就了海南岛的专属味道。而中国人饮食谱系之丰富，辣椒的征途也一步换景，将视线升高再升高，海拔不同，追求自不一样。西宁，青藏高原上的食辣重镇。对很多当地人来说，每天唤醒他们的是一碗热辣的抓面。画面好了，你吃个啥面的？吃个肉面的。一个肉面。辣子稍微多放一点啊。哎，好。上午9点，马占园的小店被挤得满满当当。和父亲2代人60年的共同经营，让老顾客们极其依赖他家的味道。哎呀，在这吃了好像就20、30年了吧。一直吃，我从小就吃抓面。这是在1980年，这是我父亲在卖凉面。那时候我小，我在后边洗碗。后来呢，我们大了，父亲就把这个摊子交给我们了。你吃的什么面？我抓个肉面。哎，好嘞，抓个肉面。这是一种质地稍硬的碱水面，早期只在街头售卖，在西宁已有100年历史。牛肉片筋道，羊肉片浓香，羊面肠丰腴软糯，铁三角浇头战斗力至今不变。如今，这些浇头都由肉贩们统一供应，因此，各家口味高低的关键就聚焦到了拌料上。说到老马抓面最吸引食客的所在，还是最后那勺油辣子。油辣子的配方是老马爷儿俩守了一辈子的秘密。你好。你这来后台拉面一点。后台这是今年是新辣子呗。拿那个是金辣子。好。小狐狸的。好这样吧。为了防止配方泄露，老马也有自己的绝招。搞好是这样吧啊。那就往这。好，是这样吧。这个我有绝招。其他地方卖上2种，再去一个市场卖2种，再一个市场卖1种、2种，几个市场里面买啥，他们就不知道我的配方了。下午4点，小店打烊，油辣子的制作开始偷偷进行。除了配比不同的辣椒面，炼制底油是第一个关键。生姜、芹菜、洋葱，这些气味浓郁的辛香类蔬菜，都是老马家油辣子重要的香味物质来源。在油温170摄氏度时，起锅泼洒在辣椒面上，随着热油不断渗透融合，辣椒的香味逐渐被唤醒。起初，不同种类辣面的设置，在此时使辣味的层次更加多元。这是西北人食用辣椒的统一形态。这个辣子放上2到3天时，口感是越放越香，因为它油泼出来以后，它当时吃的时候，它那些味道还没出来。放到2到3天的时候，辣味就有点辣了，香味就有香了。青藏高原气候干燥，
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处于寒冷状态中的人们，积攒了许多生活智慧，刺激食欲，增加进食。油辣子香而不辣，弥补了高原地区面食肉食的单调，改变了当地人的饮食体验。而这个完美的解决方案并不是自然生成，它的源头得从这片辣椒地说起。循化县地处黄土高原向青藏高原的过渡地带，平均海拔2000米以上，独特的河谷气候意外地让这里成为了我国海拔最高的辣椒产区。辣椒地里，拉毛才让正组织大伙儿收获辣椒。循化县辣椒在这里种植的历史将近100年，充足的日照与昼夜的巨大温差，造就了它修长的身材。普通的鲜辣椒的话，差不多是7斤才能晒干1斤，因为它里面水分比较多。像我们这边的话，就是5斤，就差不多就可以晒干1斤。在辣椒的收获季，新鲜辣椒也是高原上一道难得的蔬菜。成熟的鲜辣椒果糖量高达12%，维生素丰富，几乎没有什么辣度。大火爆炒，清爽中带着一丝甘甜，这也是生活在高寒地带的人们重要的维生素来源。更有意思的是，近些年全国辣椒的年产量平均能达到1800万吨以上。这种神奇的植物，凭借自己蔬菜加调味的双重身份，已经成功上位中国最大的蔬菜产业。辣椒在中国有种说法是南降北粉，地理位置上绝对北方的青海循化，制作辣椒粉是农家院里的常态。每20根辣椒编成小串，层层相错，层数决定了或长或短。在阳光和风的作用下，辣椒中的水分挥发，所含的醇类和酯类物质得到最大化的保留，香味更加浓烈。辣椒籽也含有丰富的辣椒素，原本是收获过程中的边角料，但在擅长与辣椒打交道的循化人手中，竟意外地成就了一道经典美食。咸鱼干切成小块，加入花椒、小茴香一起翻炒，微糊后加入辣椒籽。随着温度的逐步升高，混合上青海特有的茶卡盐，浓烈的椒香味儿让人尤为沉迷。持续冲倒，辣椒籽植物纤维破裂，释放出多种芳香化合物。这是循化一带制作烤羊排的专属调料——椒盐。早期高原饮食缺乏谷氨酸钠和谷氨酸盐的提供物质，辣椒的传入及时填补了空缺，进而深入到餐桌的每一个角落。借助油辣子，椒盐得以均匀附着，解羊肉腥膻，在酥脆软嫩的口感中增添了一份浓厚的椒香。
经过世代培育，中国人使辣椒进入了世界屋脊。这是辣椒的征途在中国境内的标志性节点。遵义，处于云贵高原向湖南丘陵和四川盆地过渡的斜坡地带。这里地貌复杂到3里不同天，同一座山，山顶和山下的辣椒可能就辣度不一，口感各异。拿占据 C 位的朝天椒举例，300年来，仅在遵义就有上百种不同的辣椒，都叫朝天椒。天刚刚亮，万红珍和老伴儿来到村头赶摘田里的辣椒，这是家里的全部生计。辣椒不是一次性成熟，老两口的采摘工作会从初夏一直持续到秋末。我家种了16亩辣椒，有本地种、真辣、子弹头、羊尖儿。辣椒在贵州的广泛种植，让它雄居调味榜首，以鲜明的滋味统治着一日3餐。而善吃辣的贵州人也把巧思施展在辣椒上。腌制的糟辣椒，反复冲捣的糍粑辣椒，烧制后手工搓出的胡辣椒。品种和工艺上的细微差别，让辣的味道各有千秋。毫不夸张地说，贵州每个村镇都有一种独特的吃辣方式。河马镇曾是川盐入黔的咽喉地带，当地的麻羊是百大席彰显物质富足的重要食材。中国有吃羊习俗的地区很多，但绝大部分都为突出羊肉的原味进行清淡烹饪，唯独在这辣椒征途的枢纽，温顺的羊肉即将引爆一场燃烧喉舌的独特风味裂变。清晨6点刚过，丁喜贵就开始了宴席的制作。红油羊肉是他的看家大菜，除了选用当地麻羊作为主料，调配红油才是老丁把控这道菜的关键。花溪的条子椒、绥阳的小米椒和遵义子弹头辣椒一同入石臼捣碎，筛子慢慢过滤出细腻的辣椒粉。不同辣椒的香味和辣味混合，层层渗透。菜籽油中混入羊油，植物油脂和动物油脂混合发力，作用在辣椒上更凸显香味悠长。老丁习惯使用炭火，旺火急攻10分钟，到辣椒和羊肉浑然一体后，加入滚沸的羊汤，继续浸焖1小时。辣椒的芳香素进一步释放。一锅漂亮的红油羊肉，讲究汤汁红亮不浊，红油与羊肉完美附着。羊肉紧致细嫩，红油绵密浓烈，在唇齿间碰撞周旋，滋味相得益彰。辣椒的功能在贵州被发挥到极致，人们从以辣代言到无辣不欢，从传统农经作物到中国最大的辣椒种植地，辣椒贸易如今已成为贵州最重要的产业之一。贵州的辣椒香，我重庆的，采购辣椒的。我是从广西过来采购辣椒。我是云南来的，我是驾驶员。这边的辣椒非常好，每个鱼都要在这里熨2趟。走点垃圾上去，走点垃圾去，卖个好价钱。
每隔半个月，万洪珍老两口都要去一趟离家10几公里的虾子镇，把晒干的辣椒卖掉。连续的阴雨天气导致辣椒的品相不如之前，能否卖出好价钱，去得早晚就成了关键。凌晨2点，在一个常住人口不足7万的小镇上，这样的场面绝对算得上热闹非凡。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，虾子镇便频繁出现辣椒买卖，时至今日，顺理成章得名全国最大的辣椒交易集散地。凌晨交易，清晨运输，每年的7到9月是辣椒大量上市的季节，近40万吨干辣椒将从这里流向全国各地。大厅中的每一场交易都会间接影响全国的辣椒价格。在这里，辣椒的买卖就像证券一样，都需要经纪人的参与。这个价格是讲的嘛，你要试给你噻。链条中的每个人都有承担盈亏的风险，除了经验和决断，还取决于天时和运气。几轮讨价还价，万洪珍依然没能找到合适的买家，这让老两口倍感压力。如果天亮还卖不出去，他们只能把辣椒折价卖给市场里的散户了。咱们8元，8块5，8块5。9块，8块5。哎呀，不靠30钱的呀！今天这的辣椒多了，不管钱哈。再不管钱嘛，那个质量一直就好了。8块8。8块8。好，亏你嘛，亏你。1346。对的，对的。做得好。今天的交易价格并没有达到万洪珍的预期，但总算在天亮前被全部收购走了。拿到现金，老两口也长舒了一口气。走，走。今天黑椒鱼卖便宜了，就想都想不当的。那个是个行情咯，行市在来咯。行市，我在那行市那去远的行市。一点行市不见得好。不买了。大家过一段时间看下行情。从灌木丛中的一株野生植物，到今天形成单独品类的巨大市场，辣椒一朝逆袭，成为中国人田园诗画的一部分，不断酝酿出新的烹饪灵感，将自己的鲜明特色渗透到各个角落，给那些饮食单调、口味平淡的地域带来了诱人滋味。借助时代风尚，正开启着中国饮食史上一次奇特的嗜辣潮流。